博主卢安迪是一位高三班主任。高考出分后，他考虑到一些学生因为家庭原因可能对填报志愿一事会比较茫然无措，便挨个去拜访了一下。去了几家后，他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比如说，有一个考了575分的女生，她爸爸一会指责她洗碗洗得不利索，一会骂她拖地拖不干净。但聊起大学的事，她老爸嘟囔道：“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还有一位男生，只是因为暑假想和同学去一趟华山当做毕业旅行，被他父母唠叨个不停，说他是败家子，说不就一座山，咱家背后的那一座山还看不够啊。可谈论起孩子大学的城市选择、专业选择、未来发展，他们只问了一句：“学费一样吗？”就漠不关心了。老师最后无可奈何地叹道：“在鸡毛蒜皮的事上消耗着，在事关人生转折的大问题却拎不清，这样的家庭又如何走上坡路呢？”你发现没？生活中这样的家庭其实不少见。他们对于伴侣、孩子的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上斤斤计较，但是对于家庭的规划、孩子的择业和婚姻却缺少远见。说白了，小事说不停，大事拎不清，这是一个家庭不幸的根源。小事说不停。珍妮姑娘的作者德塞莱所说，容忍和体贴，没有这两件东西，家庭还成什么家庭呢？可惜的是，这两样往往是许多家庭所欠缺的。心理师竹喜接待过一对来咨询的夫妻，在落座后不到10分钟时间里，夫妻俩因为小事争吵了20多次，从谁多做了家务，谁接了几次孩子，到你给你爹妈买的东西比买给我爹妈的贵，两人越说越气，谁也不肯让步。即便竹喜屡屡喊停，夫妻俩依旧自顾自地发泄着情绪。无奈之下，他只能中断他们的咨询。一点小问题就争吵不休，几句话就针锋相对，这既坏了自己的心情，也是折磨对方。这样的家庭会陷入恶性循环中，越爱计较，日子就越过得不顺心。作家卡尔·惠特克在《热锅上的家庭》这一本书中写了一个故事。主人公卡罗琳总为一些小事对家人大吼大叫，女儿弄乱了房间，儿子将课本忘在学校，丈夫回家太晚，都会被她劈头盖脸的痛骂一顿。有一次，她在家准备晚餐时，大声招呼家人过来帮忙。丈夫和儿子忙着玩游戏，只有女儿过来摆好了一家人的餐具。可她不但不夸女儿，反而生气地嚷道：“你就做这么点小事！”女儿觉得委屈，跟她顶了几句嘴，她便不依不饶地责骂女儿不尊重自己。丈夫听不下去，帮女儿辩解，她又将矛头转向丈夫：“都怪你太惯着她。”不过是一件琐事，他们却大动干戈，相互责骂。最后，女儿愤怒地选择了离家出走，丈夫和儿子也不愿再搭理她。一味挑刺是家庭关系的毒药。真正幸福的家庭，不是没有磕磕碰碰，而是有不较劲的智慧。丈夫碗筷堆积着没及时洗，你与其劈头盖脸的一顿骂，不如温柔地提醒一句。伴侣多买了2件衣服，你与其骂骂咧咧地指责乱花钱，不如好言商量。事事都不顺眼，处处都得挤兑下，整个家就会处于负能量磁场里。互相之间的理解与让步，才能牢牢地把2颗心连接在一起。无关痛痒的小事，学会装聋；不伤大雅的细节，懂得作哑。这样的家庭又怎么会不幸福？2. 大事拎不清。高效能家庭的7个习惯一书中指出，保持家庭幸福的秘诀离不开一条重要原则：要事第一。什么是要事呢？就是关于孩子教育、家庭投资、职业更替等直接影响到全家人生活水平的大事。一家人能齐心协力处理好这些大事，家庭自然会蒸蒸日上。还记得神童张其阳吗？多少人为他可惜，有人这样评论道：真的是祖坟冒了3次青烟，被他无知的父母硬生生地给摁下去了。张其阳10岁考上大学，
明明复读就有机会上985，却被父母以贪图最小年龄上大学的神童的虚名而放弃。有去德国留学的机会，却被父母硬是留在北工大。他要求在北京买房，结果父母却骗了他，暗地里租房子住，错失北京房价暴涨的机会。如今的张其阳已经彻底躺平，没有固定工作，时不时需要父母接济，不得不让人唏嘘，父母的目光短浅，扼杀了他一次次改命的机会，也阻断了家庭上升的通道。一个家庭有什么格局，就有什么命。人生路看似漫长，其实就关键的几步：读书、结婚、工作。有智慧的家庭会帮每一个成员走好这几步路。李玫瑾教授在当年高考恢复时，恰好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工作机会，他就想不参加高考直接工作。母亲却坚定地让李玫瑾去考大学。李玫瑾忧心忡忡，这么好的工作机会错过就不会再有了，而且万一我考不上怎么办？妈妈斩钉截铁地回道：别怕，考不上大不了我养你一辈子。后来李玫瑾一路求学，最后成为犯罪心理学领域的专家。听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家庭的决策层次在哪里，成员的幸福指数就有多高。一家之主的格局决定着家庭的未来走向。如果在重大抉择上，主事之人不辨是非，不晓轻重，家庭可能就一直被锁在底层。凡事一起有商有量，做好规划，考虑好得失，一个家的光景才能一年比一年好。心理学家刘和素在采访了100个家庭之后发现，一个家庭处理事情的态度，直接决定了这个家庭的未来方向。开明的家庭从不在小事上内耗，彼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大事上他们却丝毫不马虎，做合理性的决策。朱自清与陈竹隐结婚后，两人很少为家庭琐事大吵大闹。朱自清专心于教书写作，诸如炒菜做饭、打扫卫生等生活事务上一点都不擅长，但妻子从来不会埋怨他。而陈竹隐作为新时代的女性，不愿把自己全部奉献给家庭，朱自清也任由她的意愿。抗日战争时期，清华大学迁往长沙。如果朱自清一起跟着南下，意味着要与家人分居两地。陈竹隐看出丈夫的为难，对他说：不用惦记我们娘几个，一切以大局为重，我能带好这3个孩子。后来因为物价急速上涨，朱自清的工资无法负担一家人的生活。陈竹隐又跟他商量道：我带孩子们回成都，成都有亲戚朋友，物价比较低，我还能找份工作做。两人彼此支持，互相理解，一起度过了家庭最艰难的时期。一个家庭里，鸡毛蒜皮的事别较真，至关重要的是要清醒。当家庭成员既各司其职，也同心同力，就没有什么迈不过去的坎。在央视对话访谈时，马来西亚华人首富郭鹤年讲述了自己的经商经历。他提到一个观点：做每一种生意都有危险，如果因为怕就走开，你只会永远是穷人。这是很多人的真实状态，干一份工作担心自己扛不住事，做一桩买卖忧虑自己会亏本。可是一直处于怕的状态，只会让你一直穷着。文学大师王鼎钧讲过一个故事。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有个卖豆腐的人想赚大钱，就制定各种规划，比如把豆腐店卖掉，买头驴去贩运食盐，等赚了钱就买更多的驴办运输队。可是他又转念一想，万一驴养不活怎么办？万一生意运输生意不好呢？思前想后，心中尽是忧虑。他因此迟迟不见行动，最终一辈子都在卖豆腐，生活毫无变化，始终活在困顿中。
前怕狼后怕虎，是大部分穷人都摆脱不了的顽疾。自我怀疑，我能不能干成这事？自我纠结，万一失败了怎么办？再一次次踌躇，我们会掉进内耗的深渊，错过一次次机会。作家李小艺曾谈过他人生中最后悔的一件事。有一位猎头曾过来挖他，问他愿不愿意去一家知名的公司做总经理的秘书。李小艺纠结了很久，最终还是退缩了。从外语还差点火候，到从性格不合适，再到专业不对口，他担心自己不能胜任。那位猎头表示不理解地对他说，在别人否定你之前，请你先不要自我否定，可以吗？李小艺还是没有去那家公司，按部就班地去当记者。5年以后，李小艺恰巧有一个机会去采访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彼时，这家公司正以飞快的速度发展着。在采访结束之后，李小艺开玩笑对老总说，哎，5年前我差点成为你的秘书。老总马上说，你现在依然可以呀，要试一下吗？他结结巴巴地说，那我再想想吧。老总摇摇头说，机会不会等你第3次的。老总还顺便提到了一件事，当年劝他不要否定自己的猎头男孩，现在已是领域里最牛的人之一。当初顶替他的另一位秘书女孩，此时也早已实现了财富自由。松浦弥太郎说过一句，那些经常困于不安和焦虑的人，对未来往往有想太多的毛病。思虑多于行动，再好的点子也不过是空中楼阁。胆小和悲观是人最根本的死敌，你越是退缩，离财富只会越远。经常有人向我讨教生意经，我也不藏私，一股脑地把肚子里的干货说了一遍。他也听得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等我过了一段时间问他，他羞赧地说还没搞。今年电商生意有起色时，一个远房亲戚特地过来学习，可后面不了了之了。问其原因，他说现在电商赛道太卷，没资源，不懂运营，贸然进去，怕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这是许多人的通病。夜里想了1000条路，可是因为胆怯，所以明朝依旧走老路。我们常开玩笑，胆子越大，赚得越多。这其实有几分道理，我一直相信，有时候一个人因为穷，不是没本事，而是自己的怯弱困住了自己。斯坦福大学有项研究指出，人类的大脑会把我们害怕的事情影像化，并不断地在脑子里重复，结果就是好像有一个磁力场引着我们走向那个方向。你越害怕什么，就会越发生什么。大多数人的痛苦并不一定是真实的，而是过度思虑制造的幻觉。导演李安刚拍电影时，曾一度因犹豫纠结而不敢开拍。他总是担心资金出问题，怕最终呈现效果不好，又怕出现亏损。侯孝贤导演知道后对他说，没人刚拍电影时钱是够的，但只有拍了才可能成功。李安听后便不再多想，立即开机拍摄。最终资金问题没有出现，他成功拍出电影《喜宴》，也凭借此片顺利登上影坛。天下之事，困于想而迫于行。当你开始行动，你就会发现所有预设的困难早已不攻自破。赚钱是一场勇敢者的游戏。对于胆小鬼来说，遇到一点麻烦就犹豫不前，只觉得荆棘丛生。可对于有胆量的人来说，只管迈开脚步，最后所行皆坦途。罗伯特·清崎写过一本很著名的书《富爸爸穷爸爸》，其中穷爸爸是他的生父，虽是一名大学教授，却一辈子深陷债务的泥沼。富爸爸则是亲戚好友的父亲，初中都没毕业，却身家有10几亿。而两位爸爸的差距主要取决于赚钱心态的不同。穷爸爸嘴上常念叨，涉及钱的时候别去冒险，万一失败了怎么办？为了图个安稳，他多年来按时上下班，拿工资，有机会也不敢做任何投资尝试。结果
经济危机来临时，穷爸爸不幸被学校裁员，生活跌入低谷。与之相反，富爸爸经常告诉亲戚，很多人是因为太害怕失败，所以才会失败。早早出来打工的他，攒到一笔钱后，便开始尝试投资开店，经营超市。由于经验不足，他屡次创业失败，甚至多次濒临破产。但他从不气馁，而是从失败中总结教训，直到把亏损变为盈利。清奇将两位爸爸的人生轨迹看在眼里，并决定追随富爸爸学习。他广泛涉猎各个行业，研究市场趋势，寻找合适的投资机会。一路走来，他也遭遇过决策失误、投资失败的打击。但每到这个时候，他总会想起富爸爸的嘱咐，接受失败的现实，并把它转变成通往成功道路上的一次次激励。最终，清奇成为知名的作家、投资家，40多岁便身价过亿。害怕失败，成功就永远不会找上门。有时候，成功定义一个人的不是成功，而是面对困难的态度。如果你瞻前顾后，思虑重重，很多机会就会跟你失之交臂。放手去干，也许会失败1万次，但只要成功1次，你就翻身了。曾有人问比尔·盖茨，微软的员工如此优秀，是怎么培养的？比尔·盖茨回答，我们从不培养，只是从人群中筛选。其实，人与人之间交朋结友也是如此。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在独有的经历与环境中形成各自的三观与认知。遇到不合拍的人，你再怎么试图改变对方，也无法使人与你同频。就像毕淑敏说的那样，用心选合适的，而不是为不合适的费心。成年人之间交往，要的是尊重而非教育，靠的是筛选而非改变。作家贝克特尔说过一句话，当我们试着去改变别人，或者要求别人怎样做的时候，80%是在自讨苦吃。生活中很多人常常打着为你好的名头，试图纠正身边的人，结果自己苦口婆心，却招来了对方的厌恶，甚至为自己带来灾祸。看过一则民间故事，宋淳化年间，开封府有个热心的酒馆掌柜。一年冬天，天气异常寒冷，连天飘起鹅毛大雪。这时，酒馆门口却来了个穿着破烂的年轻人，支起一个小摊，售卖字画。然而，他的字画笔力轻浮，根本无人问津。等到夜晚，年轻人也不收摊，直接活着衣裳，裹上破被子，蜷缩在角落就睡去了。一连几天都是如此，酒馆掌柜看不下去，就好心地提醒他：年轻人，没人买你的字画，不如到我店里跑堂，好歹冻不着饿不着。谁知道年轻人非但不听，反而怒对掌柜道：我堂堂读书人，怎么会屈身去做店小二？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二人便争斗了起来，却不想竟招来了官府。按照大宋律法，读书人地位远远高于商户。最终，酒馆掌柜被冠以欺侮书生的罪名，罚了银子不说，还蹲了10天大牢。掌柜原本只是出于好心劝说书生，没想到却激怒了对方，给自己惹来祸事。新闻传播学者杜俊飞就曾提出过一个分歧倍增定律：如果双方观点有分歧，那么每一次掐架之后，分歧都将倍增。当你越想说服一个人的时候，就偏偏越会使对方产生抵抗心理。若不及时停止自己的说教，双方关系最终就会以破裂而告终。偷影子的人有这样一句话：你不能干涉别人的生活，就算是为了对方好，这是他的人生。道不同，不相为谋；三观不同，也不必强求。要知道，一味的劝说不是善行，而是暴力。不停的教育只会把别人推向你的对立面。1908年，国学大师章太炎在日本曾收鲁迅为弟子，倾囊相授，教他如何写作。不成想，后来师徒二人在写作道路上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章太炎坚持弘扬国学，认为国学就是面对西方挑战的精神动力，并始终坚持用文言文写作。而鲁迅却高举白话文的大旗，主张全部废弃文言文。换作常人，势必相互攻讦，彼此诋毁。章太炎却仍旧屡赠条幅鼓励鲁迅，而鲁迅也称赞章太炎时乃后生楷范。师徒二人虽然观念不一，选择不同，却从未因此攻击对方，更没有因为彼此是师徒关系就把个人想法强加到对方头上。正如康德所说，我尊敬任何一个独立的灵魂，虽然有些我并不认可，但我可以尽可能的去理解。跟人观念不合之时，与其因教育对方而不欢而散，不如学会尊重对方的选择。博主李逵就曾分享自己与朋友的故事。李逵与朋友是高中同学，两人都是普通高校毕业。大四那年，李逵听从长辈的建议，顺利考上公务员。后来赶上疫情，周边不少人都失了业，唯独他毫无忧虑。而他的朋友大学一毕业就决定北漂，这几年过得颠沛流离。前年春节，两人回家过年，约好了小聚。想起朋友的境况，李逵就打算好好劝劝对方离开北京，回来考公。不料父亲听闻他的想法后，告诫道：“你不用劝，你得尊重别人的选择。”李逵很是不解，但还是听从了父亲的建议。饭局上，两人谈笑风生，回忆过往的友情。当谈及北漂，李逵则支持道：“我相信你。”朋友听后十分感动：“真的谢谢你。身边不少人都劝我考编制，但我并不喜欢那种一成不变的生活。”直到去年，李逵听闻朋友在北京开了家公司，年入上百万。这时他才恍然大悟，人生各有各的选择，即便你不认可，别人依然可以过得很好。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会遇见思维不同、观念相左的人，也许是不喜欢的习惯，也许是迥然的办事风格，也许是截然相反的性情。面对这些人，作家黄铜建议道：费力去改变别人，不如先试着调整自己的心态，去尊重对方。我不一定认同你说的话，但也会给予你表达的权利。我不支持你的做法，却也不干涉你的选择。成年人相处，不必强行纠正，各自舒心就好。学者刘擎曾表示，人际最舒服的关系，一定是学会筛选。人生海海，我们会遇见很多人，不是所有人都能与自己合拍。与其费心将别人塑造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不如主动从人群中筛选和自己同频的人。英国有一名小公务员彼得·贝斯特，曾是甲壳虫乐队的鼓手，但是当乐队红遍全球之际，他却离开了乐队。因为贝斯特发现，他在和乐队其他成员相处时，彼此间的性格不同，对音乐的追求也不同。贝斯特的性格沉稳，喜欢传统的击鼓节奏，而其他人刚好相反，他们偏爱癫狂花哨的音乐技巧。在日常生活中，贝斯特总是一副朴素穿着，队友们则热衷于奇装异服，以至于乐队一起活动相处时，他显得格格不入。后来随着名气越来越大，贝斯特发现自己与队友在音乐表现上的分歧越来越大，但他始终没有强行改变队友的演奏想法，而是努力配合乐队的演出。终于在坚持2年后，他决心离开这儿，选择了更适合自己的乐队。生活中很多人都会有贝斯特的经历，遇到三观背离的同事，话不投机的同学。面对那些三观和立场没法调和的人，与其互相说服，不如互相删除。比如2个口味不同的人，我有喜欢苹果的理由，你有喜爱香蕉的原因，但没关系，我们彼此都不用改，不舒服的关系到此为止就行了。我去跟喜欢吃苹果的人在一起吃苹果，你去跟喜欢吃香蕉的人在一起吃香蕉，最终彼此都会收获快乐与舒心。
所以成年人的社交就应如此，不去说服别人，也不让别人来说服，只筛选不教育，只选择不改变。在人群中各取所需才是最简单高效的相处之道。心理学教授路易斯曾发现，人养成一个习惯需要30天，培养一种思维模式需要6个月，而形成某种内在性格则需要14年。每个人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看似毫不起眼，背后都是长期的思想、性格与习惯的固化。与人相处，你以为只是纠正别人某个行为，其实是在否定对方过去的人生。面对与你三观相悖的人，你只有2个选择：要么化身宝瓶，容纳他，尊重他；要么化身筛子，筛掉他，远离他。记得网上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一些家庭一直陷入底层？有一个回答一针见血：小事斤斤计较，消耗你的能量；大事糊涂不已，斩断你的未来。这样的家庭又怎么可能摆脱底层？大事上多点智慧，小事上多点糊涂，轻重分明又相互包容，这才是会兴旺的家庭。世界首富马斯克很痴迷低魔之战之类的游戏，还经常形容自己在玩高阶人生模拟器。游戏失败有啥了不起？大不了重来一盘就得了。我喜欢这样的人生态度。一次次失败，一次次重来，总有一天财富会变得触手可及。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